本次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汉服形制的科普。先说说常服和礼服。汉服是系统完整的服饰体系，按照功能划分，基本分为两类：礼服和常服。礼服是在祭祖、大典等国事时所穿的服饰，常服是日常生活中所穿的服饰。汉服的形制大致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商代以前为主的上衣下长制，另一种是春秋时期产生的衣上连署制，即深衣。总的来说，汉服的形制特征主要为交领右衽、宽衣大袖、引扣系带，线条柔美流动，飘逸洒脱。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，作为方位词的左和右，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，暗示着古代社会中的尊卑贵贱等级意识，可分为尊左卑右和尊右卑左两种。一般来说，中原地区的汉族服饰多采用右衽，衽就是衣襟，采用左压右饰，左侧的衣襟在上，压住右侧的衣襟。交领右衽是中原地区的汉族服饰的象征，也代表着上左旗帜的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遵从与仿效。那么除了交领右衽，当然也还有很多其他的领型。交领右衽是汉服的基本特征，但其实我们还有曲领、圆领、直领、方领、立领、盘领、翻领，一起来认识这些领型吧。开始前先介绍一下大襟和对襟，它们指的是衣襟的位置关系。大襟也叫斜襟，左片衣襟盖住右片，领口向右延伸。对襟，左右衣襟平行相对，如果把对襟穿成交领，这种穿法就是对交穿。交领也就是直领大襟，衣服的衣就是由交领的形象演变而来。交领流传最广，使用最久，从殷商到大明3000多年里处处可见，是汉服的标志性领型。曲领常见于汉晋时期壁画和人俑的里层衣物，领口包围脖子，看起来就像高圆领，结构可以参考新疆尼雅这件上衣，右领用系带固定在左肩，左领右衽形成斜襟。现在商家做的一些定足内搭就是这种曲领。圆领又称盘领或团领，有推测提出圆领由交领演变而来，但其实这两种领型早在商代就同时出现了。殷墟这几个雕像显示出，当时中上层阶级穿交领上衣，奴隶则穿着朴素的圆领衣服。到了魏晋南北朝，圆领衣物常作为内搭出现，贵族和侍从都会这么穿。直到隋唐，圆领袍盛行，一直到宋明期间，圆领袍都是官服担当。圆领的衣领底有映衬，领口通常用纽泮固定，有大襟和对襟两种形制。大襟主要是各时期的圆领袍和明制纱袄，对襟目前发现的实物也都是明制的短纱袄和半袖无袖的短皮甲。直领以衣服中缝为界，两侧领巾平行对称，所以也叫对领。唐被子、衫、背心、被子和大袖都有直领的款式。明制有男装长皮甲的文物，女装只在画像上见过，所以女装直领长皮甲还是存疑的。如果平铺时两领合拢，中间没有缝隙，领口顶端呈三角形，这种情况也称为合领，比如孔府的花鸟披风就是合领。方领也称小方领，领部呈方形，是明代的特色领型。目前出土文物基本都是对襟纱袄，比如王洛家族墓的半袖比甲和万历皇后的白子衣。方领也有对襟短比甲，不过纸条没找到这件的报告，不确定具体数据和墓主身份。另外要说下这件长比甲，度娘说这是孝敬皇后的，但其实这件是男子罩甲。女装方领长比甲存疑。立领又称明立领、束领，是明中后期的特色领型，领子竖起包围脖子，用1到2对子母扣固定领口，因为领子高可以翻折下来，这也叫翻领。立领大襟目前发现的都是长衫，对襟则是长短衫都有。孔府甚至还有件全圆边的对襟长衫。袖宽且长是汉服的主要特征之一，但并不是所有汉服都具有这一特征。汉唐时期的汉服以大袖为主，宋明时期则以小袖为主。袖型的组成结构比较复杂，不管是数据还是细节，都会根据时代潮流、穿着层次与场景和使用者的身材而变化。我觉得很难一对一的给出定义，文献里通常都是称呼宽袖或窄袖，直观又简单，所以本篇把袖型分为宽袖、窄袖和直袖。不过为了便于大家记忆，也有按照俗称做了2级分类。以下内容为个人总结，仅供参考，不是权威结论，也不是唯一标准。如有错误，感谢大家指正。我们开始吧。宽袖，袖口大于袖根，通常用于各种正式场合，
通袖也相对会长一些。大袖也叫广袖，衣袖非常宽大，主要用于礼服和乐舞装束。南北朝时期的大袖比较特别，上臂偏窄，从肘部开始放宽，袖长一般到膝盖附近，但也有长至及地的款式。隋唐承南北朝，直至唐初都能看到这种窄臂大袖，下垂的袖子形状有偏尖窄的，也有较圆阔的，整片袖子看起来就像一把长刀，这也是魏晋风形制错误的原因之一。它的大袖都是晚唐后的款式，晚唐奢靡成风，衣袍宽广，连皇帝也下令袖不过1尺3寸，这种风潮一直延续到5代，不过没有实物可以参考。宋代大袖主要用于礼服，像这3件大袖都有各自的特点。黄生木的袖形最圆润，袖子有明显的圆角；周氏木的袖角弧度变小，整片袖子更接近长方形。而花扇木这件不仅袖子变方，连袖角也变得更尖，非常接近方袖。明代大袖袖宽多变，袖口越宽，袖子下摆的弧度也越大。按照袖宽和衣长的比例可以分为这3类。第一类，袖宽略小于1半衣长，约为衣长的4成，看起来有点像喇叭形。第二类，袖宽约等于1半衣长，袖口收曲，底部收小圆角。第三类，袖宽大于1半衣长，约为衣长的7成，这件长衫袖口收曲，但类似袖型的披风就是长口的。方袖其实和大袖差不多，但方袖没有圆润的弧度，袖子基本就是一个方形加直角梯形。像这件赤裸朝服穿在最外层，宽袖长口不收曲，而这件素面赤裸袍是收曲的，所以要不要收曲应该是由穿衣层次和使用场景决定的。喇叭袖，袖子呈喇叭状，由袖根向袖口放宽，像角斜绢衣的喇叭袖就很明显，靠近腋下这儿还有个褶。黄生木中也多次出现喇叭袖，看似和直袖很像，但袖根的数据确实比袖口窄，细看其实是微喇袖。明代也有类似袖型，比如这件对襟圆领上衣，它的袖子其实有这么长，想不到吧？阔袖，阔袖和喇叭袖很像，区别在于阔袖的袖子从腋下开始先有一段弧度，再转平继续延伸，在放宽的过程中有个转折，而喇叭袖是直接斜到底的。紫斜如就是典型的阔袖，宋代也有类似袖型，周允木的袖子基本都是这种袖型。垂弧袖，袖筒基本是直袖，靠近袖口处收圆妹，最后收袖口，袖口也会宽一点，这种形状很像弧，所以我们称它为垂弧袖，多见于战国至东汉期间，魏晋时期也有出现类似袖型。马王堆出土的多件长袍是垂弧袖的典型代表。琵琶袖，由腋下开始放宽，袖口收曲收妹，有些还会在袖口打褶，因状似琵琶被称为琵琶袖，是明代特有的袖型。琵琶袖也有大小之分，袖宽不同，形状也有细微的不同。袖宽在40厘米以下，属于偏窄的小琵琶袖，容易和直袖、弓带袖弄混。大部分袖宽在40至50厘米之间是比较常见的袖宽，也是外形最标准的琵琶。大琵琶袖袖宽在50厘米以上，形状有仍保持琵琶形的，也有拉长后收妹较平直的。窄袖，袖口小于袖根，大多用于便服或长服，通袖相对较短，这样才方便活动。弓带袖，从袖根向袖口逐渐收窄，下摆是一条流畅的曲线，因形似弓箭带而得名，主要出现在明代，通袖比较短，便于活动。箭袖或飞机袖，在文献里它们通通都叫窄袖，由袖根开始直接收窄，上下线条基本是笔直的。唐代的窄袖袍就有这种宽袖根窄袖口的袖型，宋代则常见于对襟衫，比如铁拐木这件就是大家常说的飞机袖短衫。顺带说下，桐木的宽袖长衫袖口其实也是未收的。周氏墓中也有多件窄袖长袍，袖子呈倒八字形。羊腿袖，在南宋墓中发现过袖管极窄的长袖，被戏称为羊腿袖，这就是茶园山墓的对襟窄袖衫，袖口仅有8厘米宽。直袖，袖口等于袖根，袖管基本是笔直的。战国时期就有直袖的长袍，根据出土衣物包裹层次，这件袖长短一些，穿在外层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除了大袖、垂弧袖和阔袖，也有直袖。毕家滩26号墓的绿如残片，
它的结构复原图就是直袖。宋明也有各种直袖，比如男装交领袍、男装对襟衫、女装对襟长衫。这套是明初江南地区常见的穿着，短袖套穿在长袖外，可以把对襟穿成交领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穿交。另外还有直袖收屈，袖口下方收成圆角。上衣下长是中国最早的服装形制之一，也是汉服体系的第一个款式。上衣下长主要分为两类，第一类是衣上连属的深衣制，第二类是上衣与下上分离，如冕服、悬端等。那么本期的汉服主要形制介绍就已经结束了，相信大家对汉服形制类型及特征也有了更清楚的了解。我们下期再见。